外界最为关注的是，中国航天员乘组将实现首次在轨轮换，迎来6名中国航天员同时在轨飞行的历史时刻。目前，天宫空间站内的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已做好迎接神舟15号乘组进驻各项准备工作。2个乘组大概有5天的时间，会共同在这个空间站组合体进行生活。但是这5天呢，它的意义重大。首先呢，它是验证了我们空间站在设计之初就具备短期支持2个乘组同时在轨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对于环控、热控还有再生生保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验证。另外呢，更重要的是2个乘组呢可以完成在轨的交接，面对面的开展工作还有生活上一些注意事项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可以说呢，对我们第一次进入空间站组合体的乘组来讲是特别重要的。美国太空政策网站28号称，神舟15号的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又向前迈进一步。在上世纪80年代，苏联空间站的人员交接成为例行公事，由16个国家共同建造的国际空间站也是如此，每隔4至6个月进行一次航天员的轮换，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第一次。值得一提的是，神舟15号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最后一棒，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一棒，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引发国际热议。路透社28号的报道说，2021年4月，中国开始建造由3个模块组成的空间站，该空间站的设计寿命至少为10年，它的建成将是中国近地轨道雄心的一个里程碑。美国《纽约时报》称，天宫空间站3舱合一，总居住空间约为110平米，可同时容纳6名飞行员。建成空间站是北京在太空探索方面追赶并超越美国的最新一步，并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建立广阔的知识基础。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指出，国际空间站不久前出现的故障提醒外界其服务或正走向终结。不过，中国空间站的建成或许给国际带来曙光。报道引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季启明的话说：“中国欢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季启明说：“国际合作是航天发展的趋势潮流，让中国空间站的科学技术成果造福全人类。”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我们一直持欢迎态度。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向我们提出了选派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需求，我们与相关方面也正在开展对接协调，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培训国外航天员的相关准备工作。据悉，中国已经与多个航天机构和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实施了形式多样的合作项目。中国空间站是历史上此类项目首次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目前已经有瑞士、波兰、德国、意大利等17个国家的科学实验项目确定入选中国空间站。不过，对于中国合理正常的航天探索，少数西方国家仍发出杂音。28号，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活动上，美国太空部队参谋长尼娜·阿马格诺旺称，中国军事能力的快速发展对美国在外太空的霸权地位构成了越来越大的风险。阿马格诺称，中国在发展军事太空技术方面进展令人惊叹，速度惊人，包括在卫星通信和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等领域，使中国能够迅速扩大其太空计划，并极有可能赶超美国。近年来，中国在航天领域一次又一次地取得重大突破，让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焦虑感。8月，美国太空部队、国防创新小组、空军和空军研究实验室的官员编写的《2022年太空工业基础现状报告》就明确指出，若再不采取紧急行动，中国就将在太空领域超越美国，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可能将在空间轨道上令美国黯然失色，除非美国围绕共同太空目标统一开展行动。实际上，这是美国在所谓太空安全威胁方面的又一次贼喊捉贼而已。对此，中方早就劝诫美方应停止鼓噪所谓“中国外空威胁论”，更何况美国才是外空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现在要做的是，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太空霸权主义思维，回到和平利用太空的道路上来。